我是被尚书周文渊留在老家的糟糠妻，我辛苦操劳供他进京赶考，高中状元，又拼死护婆母逃出匪窝，自己却九死一生，卖身为奴，流落5年，而他却以为我死了，另娶娇妻。老爷这些年以为您过世了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日夜为您祈福。一听说了您的消息，开心的多吃了2碗米，吩咐我务必把您接回来。现在正在府中等着跟您团聚呢。从土匪窝逃出来的女人，没有一个身子是干净的，她怎么有脸回来？嘿嘿嘿，小美人儿，听说他还卖身做了贱奴，这种身份怎么配得上如今的老爷？老爷有情有义，听说他还活着，转头就把人接回来了。但依我看啊，他回来也是个摆设，肯定比不上苏姨娘。那当然，苏姨娘如今可是怀有我们周家的嫡子，当时事事要以苏姨娘为先。看来这何府上下不欢迎我，我还是走吧。你可不能走啊！老爷交代过，务必把您安顿妥当。贱婢，多嘴多舌，还不下去领罚！我不许他回来！为什么不能在府外给他随便安排个房子？我怀着你们周家的骨肉，我才是周家主母，我才不要跟他共侍一夫！我才不要跟他共侍一夫！曼娘，你为我操劳多年，我周文渊发誓，等我高中，我定接你进京，跟你共享荣华富贵。此生仅你一人，绝不负你。这就是他说的，此生绝不负我。老爷说安抚好夫人，就来见你。夫人，我们不是去那儿。曼娘，曼娘，这些年我以为你没了，日夜悔婚，如今你还平安着，真是太好了。这5年在外，我做的都是服侍人的粗活，身上脏，手也粗，别弄脏了夫君的锦袍。怪我，我当年应该再多派人寻你才是。夫人这些年受委屈了，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。文郎，周文渊还算有些良心，可是我的婆婆，当年我舍命救她逃出匪窝，如今她却忘了恩情，护着另一个儿媳。而这个女人，夫君的原配既然死而复生，还要我做什么？我岂不成了多余的人？妙儿不哭，可不能动了胎气。沈氏，你流落在外5年，文渊和妙儿既然还允许你进门，已是恩典。妙儿身怀周家骨肉，以后你做小，她做大，凡事你都要让着妙儿，听明白了吗？让？我为什么要让着她？我要让她什么？让她分享本应属于我的荣华富贵，还是让她享受我拼死救出的婆母对她的偏爱？我流落在外，颠沛流离，过了5年苦日子，却一切只能靠自己。你流落在外，关妙儿什么事儿？又不是妙儿害你进得土匪窝。她
她是按正室嫁进来的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妙儿也委屈得很。她委屈，她在府里做当家主母，锦衣玉食，而我在外为奴为婢，我就不委屈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娘，他怎么能这么跟您说话？温郎，你曾许诺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还要留下他吗？曼娘，此事是我有负于你，可妙儿确实也是周家的儿媳，你不在的这几年，她照顾府内上下也有苦劳，你多担待些。他有苦劳。供你读书的那几年，家中连半两残银都凑不起，婆母身体不好，需供着汤药，我典当了嫁妆，日夜刺绣补贴家用，不敢休息分毫，借着月光刺绣，熬坏了自己的眼睛，却从未让夫君和婆母在吃穿用度上受过一点委屈。就连进京的盘缠，也是我洗了半年衣服攒下来的，那河水冰冷刺骨，我手上的冻疮好了又裂，裂了又好。曼娘，我对不住你。如今我归来，夫君身边却有了旁人。我虽然心如刀绞，却也明白，夫君是人中龙凤，怎会无妾室相伴？妹妹陪了夫君这些年，我若连一个姨娘的位分都不肯给，岂不显得咱们家小气？为了尚书府的体面，为了夫君的名声，我愿意退一步。姨娘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婆母，当年我们进京和夫君团聚，路上遇匪，我舍了自己的性命护婆母逃走，自己却不得不寄人篱下做苦工。如今看到婆母在这里颐养天年，曼娘即便是死10次也值得了。曼娘，是我们周家亏欠于你。夫君、婆母，我虽受尽苦楚归来，却是周家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如果搞错了身份位置，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话夫君宠妾灭妻？这有损尚书府的名声。也罢，你们若嫌弃我上不得台面，还是送我回乡下吧。只求文郎给我置办一间小屋，青灯古佛，了却残生。曼娘，我答应你，今后你做主母，妙儿做小。夫君，你说什么？你让他做主母，我做妾？文郎，我就知道你是世上最重情重义的男子了。妙儿怀了咱们周家的骨肉，怎么能做姨娘啊？夫君，我……好了，这只是一个名分，没有曼娘，哪有周家今日？你们今天享受的一切，都应该感谢曼娘啊！她已吃尽苦头，我怎么忍心让她再受委屈？况且为了尚书府的名声着想，此事就这么办吧。周家母子苦寒出身，他们对苦难有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这几年的荣华富贵，让他们忘了我的恩情。但是只要我旧事重提，让他们想起那些苦难的记忆，自然会让他们偏向我这个受了苦的人。娘，我没脸活了！真是够了，先带她回房吧，让妙儿好好休息。夫人，您请跟我来，东院厢房已经为您备好。我刚刚路过那间房了，又小又阴冷，没有阳光，离前院又远，我不喜欢。那屋子虽说是侧厢房，但也是干净的，不比你之前住的好，让人收拾收拾，可以住的。夫君，你答应过我，高中之后给我换一间大房子的。你说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，我让人安排。
这件就不错。你说什么？沈曼娘，这是主屋，是妙儿的屋子。那我就住这间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间屋子宽敞明亮，布置豪华，就连刚刚随手摔碎的花瓶都要100两一个吧。我很喜欢这里。已经让你做主母了，你还不行，还要抢妙儿的主屋。可是主母住主屋，姨娘搬去侧厢房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曼娘，妙儿她已经住在这儿5年了，已经习惯这里了。妙儿有孕在身，需要好生调养，怎么能住那侧厢房？她不能住，我就能住。妹妹真是好命，跟着夫君一天苦都没吃过，不像我，连块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今天看到这间漂亮的屋子，实在是控制不住的喜欢。夫君答应过我，让我住大房子，可现在只不过是一间主屋，倒成了曼娘的奢求了。只道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。曼娘，你别这么说，什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你供我高中状元，我有的一切都有你的。别的曼娘都不在乎，只是这间主屋离正厅近，方便文郎来看我。如果文郎见我一面要走很远，我会心疼的。夫君，妙儿，这间房子就让给曼娘吧。娘，夫君他竟如此对我啊！我的肚子好痛啊！妙儿，别生气，咱们周家的骨肉可不能有事儿。从今天起，后宅的管家权娘就交给你，你先暂住那间屋子，日后拿着钱再盖一间新的就是了。这钱库钥匙你拿着。如今姐姐才是当家主母，我怎么好意思拿？夫君，你说呢？如今我才是主母，自然应该担起职责来。今后管家的重任就交给我吧。妹妹有了身孕，也该安心养胎，不应再有丝毫的操劳。娘，这钥匙就交给我吧。丫头，记住，金钱、权力才是女人最好的养料。为男人吃苦，算不得高贵。回了州府，就不要给我老婆子丢脸。若有困难，便来找我。今日起，我只求荣华富贵，不求半分真情。进来。夫人，确实生得好看。哼，怪不得苏妙儿容不下你。小春不敢。以后跟我做事，什么都不用怕。谢夫人再造之恩。帮我去查一件苏妙儿的事。曼娘，这琼林宴是每届学子论国事、赋诗词的盛会，女眷则在后院相聚。一会儿让妙儿给你介绍下各位女眷，你一定能在这里交到闺中密友的。你放心吧，夫君，我一定会向大家好好介绍姐姐的。夫君尽管去前厅应酬便是。妙儿，这些高门贵女都很喜欢你，我知道你一定能照顾好曼良，只是不知道曼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会不会拘束，不要受了委屈才是。夫君，你放心吧，受委屈的只会是别人。姐妹们，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夫君接回来的那个乡下的糟糠妻
沈曼娘，一场琼林宴的花销，我刺绣20年都赚不来。跟这些高门贵女坐在一起谈天说地，更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日子。如今凭借我供养出的夫君，终于轮到我参加这种宴会了。什么啊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连话都不会说，不会是见到我们吓傻了吧？就算夫君给你当家主母的名分，又有什么用？我要让你知道，在这京都，贵女们承认的周夫人只有我一个。诸位好，我是尚书周文渊的正室沈曼娘。如今我既然回府，尚书府的主母便不再是苏妙儿，而是我。什么？不过我心胸宽广，愿意接纳苏妙儿在府里做个姨娘。日后她生了孩子，虽然只是个庶出，但在我膝下生活，我自然也会视如己出。好大的口气！就凭你也想欺负我们妙儿？尚书夫人，我们只认妙儿。什么糟糠妻？你从土匪窝里逃出来，又当过贱奴，怎配跟我们同席？想必你很会伺候人吧？不如今日就跪在这儿，端茶倒水，将妙儿伺候妥当了。否则，我定不轻饶你。好主意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过来跪着！当我们家的贱奴都不够格，恐怕你之前没少挨打吧？那可不一定，他能从土匪窝活着出来，能是什么好货色？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功夫，把土匪伺候得舒舒服服。当贱奴的时候，自然也使了些狐媚手段，这才活到了现在。满脑子肮脏龌龊，也配自称高门贵女？一个个正室夫人，瞧不起糟糠妻，反倒帮着妾室说话。那我就祝你们日后都被妾室夺去宠爱，日日以泪洗面。到时候看你们还能不能说出这种风凉话。放肆！你什么态度？我母亲可是公主，夫君是当朝大将军，你竟然顶撞本县主说话！姐姐，你快跟县主服个软吧，要是得罪了他，整个京城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。县主又如何？一口个夫君母亲，不过是狗仗人势罢了。你说什么？妙儿脾气好，我可不好惹。我最看不起你这种低贱的人了。今日我就要替妙儿好好教训教训你，叫你知道什么叫尊卑。看来你们听不懂人话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没必要跟你们多费口舌了。还敢口出狂言！你疯了！你怎么敢打县主？你不想活了吗？你竟敢打我！你要干什么？在当贱奴的时候，我可打死过不少不听话的下人。日后谁再口无遮拦，我这只手没轻没重的，还请诸位多担待。沈曼娘，你这个疯子！疯子？如果你走过我的日子，你才会真的成为疯子。苏妙儿，我的这条命都是我自己争来的，如果谁敢跟我争，我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这琼林宴一直以来都是你们用各自夫君的银钱合力操办的吗？最普通不过的白茶，5个铜钱1两；糕点虽说盒子用的是檀木花梨，可实际上是城北的铺子里买来的，1盒10文。瓜果倒是上品，算你3两好吧。不知前院诸位大人们的用度还有多少猫腻？就这种配置，听说你们报了5000两花销。你们昧下的钱拿来做什么？放印子、贴补娘家，还是养念使？若是你们不想我闹到前厅，乖乖把逆下的银钱都交给我，我来牵头，保你们月月都有钱赚。真不枉费我供养周元考科举，这掌控一切的感觉
我很满意，而且我还要更多。表哥，那个贱人不仅夺我主屋，还抢走了管家权。刚刚他还在宴会上羞辱我，现在他才是主母，那以后我们的孩子还就只是个庶出，这怎么行？这个臭婊子，竟敢坏我们的好事！你好不容易才嫁进了州府，不能功亏一篑。而且事到如今，必须得除掉他了。表哥，你想怎么做？夫君，你来看我了。小春说你近日总是睡不安稳，可有什么不适？曼娘今日总是梦见公公托梦，诉苦没能常常供奉。我今日想去观音庙，给公公添些香油钱。也好，带上娘一起去祭拜爹。听说妙儿妹妹今日一早也去了庙里，既然婆母也去，那不如我先上山和妹妹会合，为娘安置安置，夫君和婆母晚些来就是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曼娘，幸好有你。提前请好大夫，夫君一会儿恐怕会受不住打击，我可不想夫君出事。我还要他做我的青云梯，送我一步步向上爬。做什么？这儿可是佛门重地，我叫你带的药带来了没有？见血封喉，保准谁都查不出来。许久没见，这就想走，一点都不想我吗？好表哥，你急什么？等我弄死那个贱人，把整个尚书府收入囊中，我们就能好好在一起了。沈曼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妙儿，你竟然偷情！你这样怎对得起夫君啊？还是妙儿贴心，一早就来祈福。要我说啊，还是妙儿适合做主母。你要是实在心疼曼娘，给个侧室的位分就得了。我知晓妙儿贴心懂事，但曼娘为我受了那么多苦，改日寻个机会，给妙儿个平妻的位置，想必曼娘也能理解。你这样怎对得起夫君啊？我正准备收拾你，没想到你主动找上来了。妙儿，他撞破了我们的事，不能这么放他回去啊！娘，沈曼娘，今日你自投罗网，就别想活着离开了。你说，若是我回去告诉夫君，你在山上遇到劫匪，被坏了身子，坠崖而亡，如何？夫君一向英明，绝不会信你的鬼话，他一定会严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。奸夫淫妇？我和表哥两情相悦，若不是看中周文渊，他权势滔天，原本我该和表哥成婚的。妙儿，我知晓你一定是被这个男人所迫，你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你明明那么爱夫君，怎么会背叛夫君呢？都要死的人了，还敢管我的闲事？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动手就是。沈曼娘，你终究赢不过我。该说这话的人是我，多谢妹妹这么配合。你什么意思？快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救命！救命！妹妹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
我妹妹与她表哥李渊的奸情，他们就对我起了杀心，要对我赶尽杀绝。苏妙儿，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？给我滚过来！文渊，文渊，事已至此，你急也无用，别再急火攻心。如今我们都在这厢房内，有什么事也该问清楚才好。有什么好问的？他苏妙儿与李渊被我们堵在厢房内，捉奸在床。曼娘好心劝阻，却招来杀身之祸。他苏妙儿还有什么好辩驳的？我周文渊诚心诚意的待你，却与李渊暗通款曲，还妄想踩着我向高处爬！你这个毒妇，我今日非要休了你这个贱人！再拉你们二人去进猪笼。夫君，我陪在您身边多年，我是什么为人，您最为清楚。如今您怎能轻信沈曼娘一人之言？我何时轻信曼娘一人之言？你与李渊衣衫不整的在这里苟且，我亲眼看到你二人如何偷奸，我要休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服？妙儿当然不服，因为妙儿从未与表哥苟且，心中更是从始至终都只有夫君一人。今日夫君所见，皆是妙儿被他沈曼娘设计如此。苏妙儿，你想颠倒黑白，反泼脏水，只怕我好好的陪你玩上一遭，你来日只会悔不当初呢。妹妹偷奸人赃并获，想杀我灭口也是你亲口之言，怎么到了妹妹嘴里却变成了我在设计陷害？难不成我一个妇人凭一己之力就能把你二人拖到榻上，还顺便扒了你们的衣服，让你们行苟且之事？夫君明鉴，我从未与他人行什么苟且之事。我与表哥会在寺庙的厢房中衣衫不整，是因为表哥新寻得一份包男胎的秘方，表哥只是在医方诊治。表妹深知周老姨只盼妹夫能取得贤良，为周家血脉能开枝散叶。为求此方，表妹操心劳碌，多番叮嘱。且我二人兄妹多年，若真有什么别的心思，表妹又怎会嫁到府上？妙儿如此这般，都只是为了周家呀。妙儿的娘家确实行医世家，若他二人真是两情相悦，以李渊的家世，也无需让妙儿嫁入府中。这其中，或许真的只是误会。误会？那刚刚我亲耳听到的那些又是什么？是你亲口所言，说你和李渊两情相悦。若不是看中我周文英权势滔天，你原本是该和他李渊成婚的。苏妙儿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夫君，我与你相伴多年，你最了解我了，不是吗？我平日里是被骄纵坏了的，就是爱使些小性子，这你都是知道的呀。我不过是被沈曼娘气急了，才故意说些反话来给她听。但在大是大非之前，我什么时候出过岔子？妹妹这话是从何说来？我何时气过妹妹？能让妹妹不惜拿自己清白来说那些气话？夫君，你好好想想，当年的你虽高中状元，但你性子过于刚正不阿，在朝堂上被人百般针对，几近架空。我可是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就跟了你的，怎会贪图你什么东西？我若真是什么看重权才之人，我何不找一个贪官污吏嫁过去？我们苏家虽算不上豪门大户，但也不至于没有良缘可选。我愿意在你最落魄的时候跟着你，就是看中了你这个人和待人的这份真心。最落魄，他周文渊最落魄的时候，可是连饭都吃不起，衣服都要打补丁。苏妙儿不过为了长远之计，陪他吃了片刻的苦，就能让周文渊愧疚至此。夫君只听到我与表哥说的那些气话，便来找我问罪。但夫君可知道这个沈曼娘在宴会上是如何待我？她抢了我主母的位置，又夺了管家的大权，就连我的住处她都要尽数占据，我怎能不气？但你身为人妇，本就不该有嫉妒之心。即便你与曼娘真的有所不合，也不该……我不该，我一个人当然不该。可妙儿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为了腹中孩儿能有所倚仗。夫君，臣今在失而复得之喜中，但我不能不管我的孩儿。孩儿是娘没用，娘不能为你争来主母之位。如今这些苦心还被你父亲百般猜疑，都是娘的错。你不该投生到我腹中。我是有错，我认。我不该为了公公的遗愿去私下寻什么秘方，只为了能让周家生下男胎。若夫君非要治我与他人通奸之罪，那妙儿自愿带着腹中孩儿去进猪笼，以证我与表哥之间的清白。曼娘，妙儿已经解释过了刚刚的那些事，
我也是当娘亲的，知道为人母、为人妻，总会为孩儿、为家中多些担心。你看，苏妙儿几句搬弄是非就能让他们倒戈，我还真是没看错他们。比起得到他们的信任，把实权握在手中才最要紧。婆母教训的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先前我还妄自揣测妹妹以举办宴会之名向府上多报拨款是为了贪赃，如今看来，妹妹竟是为腹中胎儿未雨绸缪，才将那几百两就能办下来的宴会向上报了足足5000两的价钱。你此次宴会向府中要那么多的银子，那宴会办下来竟只需几百两。苏妙儿，刚刚的那些话里还能说是你一时糊涂说的气话，可你贪赃一事，总不能是一时糊涂吧？到底都背着我做了什么？夫君不必动怒，妹妹此番行径也是为腹中胎儿着想。他腹中胎儿何尝不是我的孩儿？我一介尚书，拼死拼活的考取功名，不就是为了家人，为了他们？难不成你是觉得我会苛待你们母子，还是你就是安了想要贪赃的心？妙儿不敢。那你说，那些银子都被你弄到哪儿去了？我当然是被妹妹存在手边，以备腹中胎儿的不时之需。我虽不曾做过身生母亲，但也明白婆母说的那些道理。可如今妹妹也听到了夫君如何承诺，你也不必再为你腹中孩儿前程担心。只要妹妹将那些银两尽数还给府上，想必夫君不会怪罪的。这个贱人，她分明是想掏空我手中的所有私藏。若没了那些银两，我和表哥又如何安身立命？婆母和夫君赐我管家之权，我这些日子也草草的翻过账本。先前与妹妹一同参加聚会，按照我的估算，那宴会各家平摊下来多说只要500两。不过我也知道妹妹的不易，他人都贪，妹妹就不能不贪。而其中的为官之道，想必夫君更为清楚。就按照妹妹需要500两银子去打点日常，妹妹只需将剩下的4000两交还府中即可。这样的价格，妹妹，你可同意？500两已是寻常百姓操劳一生才能积攒下的数目，即便你有再多关系需要打点，也该够了。余下的4000两，待今日回府后，你自行交给曼娘。这府上的管家之权，就该由曼娘这样心细识得大体的当家主母来办。夫君不必动怒，妹妹这般也是为了她的孩子，我们都该理解。理解？我不理解。苏妙儿，你虽是为了家父遗愿而苦寻难胎秘方，但你刚刚对曼娘出言不逊是真，想杀曼娘灭口也是真。你不信我，私藏银两更是真，桩桩件件。念在你初衷向善，我可以饶过你。但从今以后，你只能安分守己，做周家的妾室，需事事听命于曼娘，再不得生出什么事头，否则就别怪我不惦念你腹中的孩子。我已备好了祭拜的贡品，夫君不妨先与婆母去殿上拜见大师吧。妹妹保难胎的秘药想必还没上完，我就先留在这里，免得再闹出什么误会。待会儿再与妹妹一同前去殿上为公公祭拜。曼娘，你辛苦了。你个贱人，设计陷害我至此还不够吗？你留在这里还想做什么？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要留在这里，助你们把秘药上完。沈曼娘，别以为你拿主母的名头就能压得了我。我与周文渊可是伉俪情深，而你不过是流落在外，被救助回来，他不得不娶的糟糠罢了。你以为揭发了我的罪行，就能让周文渊休了我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他休了你？就这么让他休了你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你在周府过的这么多年，更便宜了他当年的抛妻之罪？沈曼娘，我劝你老实点，你与周文渊之间有什么新仇旧恨，我管不着。但你眼下若是敢对妙儿如何，一定会在这里杀了你。苏妙儿跟你告状的时候，难道没说过我过去这些年
都是怎么凭着这身铁血手腕活下来的？日子还长呢，咱们有的是时间等。妹妹可要好生照顾肚子里的孩儿，毕竟等她生下来，她还要叫我一声母亲呢。妙儿，这个沈曼娘欺人太甚，如今她掌控着州府的管家权，又逼你吐出贪得那些银子，我们何不一起离开，双宿双飞？走？我才不走！周文渊为了这个贱人夺了我主母的位置，沈曼娘还掏空我私藏的家底，我得留下。我要亲眼看着周文渊把这个贱人赶出州府，再把周家全都交在我的手上。表哥，你难道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坐上周家长子的位置吗？不希望周家的钱财都为咱们所用吗？不希望借着周文渊的手，在朝廷也留有一席之地吗？表哥精通药理，总该加以利用。你说，如果在神佛殿前闹出事来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公公在天之灵，不许沈曼娘回府？此番周某祭拜家父，多劳莫愁大师傅帮忙打点。待今日祭拜结束后，州府会再供奉佛灯千盏，以表谢意。尚书大人心怀慈念，周老在天有灵，定会保佑后嗣枝繁叶茂。多谢莫愁大师许我一同进入殿内。我自知怀有身孕，本不该进入佛堂，但姐姐在外流落多年，吃苦受难，我也不想只让她一人辛苦。幸得莫愁大师成全，这才让我腹中的孩儿能与公公见上一面。吃了庙里的香火，连猫儿都有了佛性。莫愁大师仁爱，公公您等诵经祈福，定能早登极乐。还是尚书夫人有心，为您公公准备了那些贡品。诸位既然都到了，那就请诸位为其一同诵经祈福吧。姐姐才是当家主母，身为正妻，理应先上。你看妙儿，她还是懂规矩的，想必她先前也是因为腹中孩儿才乱了阵脚。等回了府上，你也别再揪着今日的事不放了。儿子明白。佛祖，这是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莫愁大师，速去查看贡品、香炉、灯油，可有秽物或不洁之物？是。师傅，这贡品都是寻常贡品，并无什么异样。可是佛祖……周大人，贡品可是贵府自行准备带入寺中的。曼娘，这贡品……回夫君，回大师，贡品确是妾身命人备办，但为表诚心，从采买到装盒，皆由妾身亲自监督，绝无可能混入不洁或隐虫之物。且贡品一路密封，直至方才置于佛前，未曾开启。姐姐，这贡品既是你一手操办，我们谁都没经手，如今出了这等奇事，难不成是公公在天之灵对什么不满吗？莫愁大师，您久在庙里，对这些最为了解，可是真有这种可能？既然贡品无异，那便是有谁做过的哪些恶行叨扰了神佛，引来神佛不满。可刚刚婆母与夫君上香时都无异常，偏偏在姐姐上香时出了这样的差错，难道是公公不认姐姐这个儿媳？莫愁大师，妙儿所言可有道理？家父在世时对佛法也多有敬仰，断不会无故显灵。这异象难道真是冲着曼娘来的？方丈，曼娘她这些年一直在外，
或许是有些规矩不懂，无心冒犯，可他一片孝心，为夫君打舔一切，又何来不被公公接纳之理？佛门之地，神佛慈悲，佛像显崇义，来警示世人。这个中缘由，还要问你们才是。既然大师已这样说了，那今日异象定是公公在天有灵，再借神佛之名给予警示，不知夫君是如何想的？曼娘，我与你相识多年，自然知道你一心向善。你为了助我考取功名，你多番操劳，甚至还为救助母亲而在匪窝吃了不少的苦头。我怎会觉得你……夫君，你既说了这些，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想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。这话说出来，即便是真的，也像是我在其中挑拨离间。而且这件事归根结底也怪不了姐姐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但说无妨，即便有错，我又不会怪你。我的意思是，会不会正是因为姐姐曾在匪窝吃苦受难，所以公公才……姐姐，神佛面前不说谎话，你在匪窝那么久，可还干净？当然，能从匪窝逃出来的人，哪有一个是干净？姐姐，妙儿不是故意提及您的伤心事的。世人皆知那匪窝不是好去处，他们向来作恶多端，而且若是姐姐真在那里被污了身子，公公也该体谅的。好了，不要说了。姐姐，如今庙内显现异象，神佛面前不打诳言，这事儿咱们还是说清楚为好，以免真的冒犯了神佛，坏了周家的气运。够了！曼娘，我知道你有你的不义，若不是为了助我考取功名，为了护我娘周全，你又怎会沦落到匪窝去吃苦受难？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，夫君不必说这些。今日我们既当着满殿神佛的面，曼娘也该把这些话说清楚，以免日后再生什么事端。当年我为护婆母周全，只身被困匪窝，那些匪徒对我皆是虎视眈眈。为求自保，我只能动手杀了那些匪徒，一把匕首葬了他们3条人命。那些匪徒作恶多端，我杀人一为自保，二为替天行道。在那之后，他们见我不是善类，只能将我贱卖为奴，这才让我护得自身周全。依莫愁大师来看，我此番行径是否会引得神佛震怒？尚书夫人此行虽触犯杀生戒律，但因果轮回，恶有恶报，定不会引来神佛不满。父亲生前便嫉恶如仇，在世时也常教导我为官要惩恶扬善。我定是被这异象冲昏了头脑，怎么会觉得这是父亲在天之灵在针对曼娘呢？若不是曼娘，我周文渊哪里会有今天？如今在神佛面前，曼娘这番话也定能平息所有流言。曼娘，我今日便向你起誓，日后若再有人拿你过去的事做文章，我定不轻饶。曼娘无谓流言，夫君信我就足够了。不过今日这异象实属蹊跷，既然不是冲我来的，那便是冲别人来的。不如就让妹妹来给公公上炷香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异象。想拿什么狗屁的清白来泼我脏水，但苏妙儿却不成想，周文渊他们母子最不愿提及的就是此事。单凭愧疚，他们母子2人就没脸将我赶出府中。我不过是借坡下驴，就能让他们对我的愧疚更深一层。这些雕虫小技，我当贱奴的那些年，早在深宅大院里看过了太多次。既拿我过去的事做文章，我便让他也尝尝孤立无援、举目无亲、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不知道苏妙儿在搬起石头的那一刻，可曾想过这石头也会砸向自己的脚呢？姐姐，你这是何意？这异象如今已经展现，妙儿再上前拜香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况且我怀有身孕，本就不该过多惊扰佛门清净。
妹妹何必推诿？我已向大师坦陈一切，大师也言明，我杀匪自保，替天行道，并无冒犯神佛之举。但如今佛像有异状，乃是事实。我们总该查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妙儿，你就不要再推脱了。你怀着身孕来庙里，为的不就是给公公上香吗？别怕，神佛自会明鉴，你公公也会盼着你好的。异象驱除，此乃大吉之兆。贫僧在寺庙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神迹。若说刚刚招来虫蚁是神佛通过异象给出警示，那此时便是神佛在普度世人。姑娘与腹中孩儿甚有佛缘，定会受到神佛庇佑。表哥平日为了收集药材，自学了如何招来虫蚁的方法，而这药效不过片刻，虽没能害得沈曼娘，竟在此刻意外成全了我，得加以利用才是。万一能夺回主母之位，那逼死沈曼娘还不是早晚的事。夫君，这会不会是公公在天有灵，知道我为了能怀上男胎而吃了多少的苦？这是公公听到了我腹中的孙儿，再给他问好吧？这是公公认可了妙儿，认可了我们腹中的孩子吗？妙儿，你受委屈了。方才我当真是被冲昏了头脑，怎么会误以为你与你表哥在暗中勾结呢？父亲在天之灵，自然是保佑我们周家血脉绵延的，而如今虫蚁退散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虫蚁退散是最好的证明，只怕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佛门之地，竟见杀生之兆，请问莫愁大师，这异象又该何解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猫儿怎会突然暴毙？莫愁大师，这又是什么异象？阿弥陀佛，佛门清净之地，杀生为大忌。此猫儿死状诡异，绝非自然。莫愁师傅，这猫儿方偷食了几块贡果，是贡品的问题。这贡品不都是你亲手被把密封送入寺中的吗？怎会出这种事？夫君，这贡品都是我亲手操办的，绝无问题。更何况我也没有理由在这上动手脚啊！若真出了问题，还不是要查到我的头上？我方才上香之时，那佛像已显虫影之象，如今猫儿又因食贡果暴毙，这分明是冲着在场之人来的警示。别说妹妹经不住这般吓唬，她腹中的孩儿也经不起冲撞神佛的罪名啊！还请大师明察，找出元凶，以免再犯杀孽，污了佛门圣地。这太可怕了！这周家莫不是被什么不祥之人冲撞了？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我腹中怀的是周家的血脉，我为了能怀男婴，还费尽千辛万苦去找了秘方。夫君，你可千万不能轻信什么异象之言啊！刚刚我上香的时候，那些虫蚁可都是离开了的，佛光普照，就连方丈都说这是大吉之象啊！神佛面前自有天意，就连莫愁大师也说，刚刚那些虫蚁会聚集，是因为曼良手上沾了那些渣子的血。可现在这猫儿突然无端暴毙，摆明是因为你在上香的缘故。如果不是你的问题，那周文渊，我腹中怀的可是你们周家的血脉，你怎能如此对待你的孩儿？老夫人，你是最明事理的人，你可要为妙儿和腹中孩儿做主啊！沈曼娘，是你，分明是你嫉妒我在周家享福，又比你先有了身孕，所以你才刻意设计陷害于我。妹妹，这是什么话？在你上香之前，那虫蚁的异象可都是言之凿凿的说我冲撞了神佛。我不过是按照妹妹的方式提出怀疑，怎么怀疑变成我在刻意设计陷害呢？众位不必慌乱，当务之急是查明猫儿暴毙的真正原因，以及贡品是否受污。取一块猫儿方才食用的贡果，去后院药炉请医僧验看，再仔细检查其余贡品，不得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只让表哥闹出虫雅那些异象，那猫儿会死，一定是巧合，对，是巧合。
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贡品出了问题？师傅，曼儿的死因已查明，他是中毒而死，供果之中被下了剧毒。沈曼娘，是你，就是你准备的贡品出了问题。你想假借那只猫的死栽赃陷害于我，你就是想把我赶出州府。苏妙儿，这里可是佛堂，你空口白牙诬陷于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伯母，这供果的来历我已经解释清楚了。且供入佛堂的贡品都会有师傅专门检验，我能保证这些贡品在进入佛堂前都无问题。那么问题就该在贡品进了佛堂之后。刚刚我一直与苏妙儿在一起，自然没有时间对贡品下手。可如今这贡品被下了毒已成事实，那我们就该查清这毒从何来，又是如何下的。师傅，徒儿不敢妄言。刚刚我们去后院找了医僧查看，老师傅说这毒性极其猛烈，寻常人根本无法察觉，但只要烧通医理，便能辨认出其中含有数种相克的剧毒草药混合而成。若非精通药理之人，绝配不出此等阴险毒药。定是有外人趁我们祈福诵经之前溜进了殿内，对那些供果动了手脚。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动手就是。定是表哥开那瓶子的时候在手上沾了毒药，这个蠢货。若说外人，今日这庙内除了我们一行人，就只有苏妙儿的表哥李元出入过山中。莫非是妹妹的表哥对我们当中的谁有所不满，所以才兵行险招，想借此机会除之而后快？还请莫愁大师助我封山，务必要将李元捉来，彻底问个清楚。李元，你可真是让人好找。妹夫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？之前的误会不是已经说清了吗？怎么又突然抓我过来？这应该问你啊。在祭拜开始之前，我与妹妹都是在一起的，我们不过前后脚走出厢房，按理说你并无原因留在此处，本该早早下山的。那为何这些师傅会在寺庙大门处发现了你想逃也般的身影？我师府上有急事要赶回去，所以脚步才快了些。府上既然有急事，那你为何不在厢房离开时就趁早下山？以几位师傅将你拦下的位置，你必定是在这庙里转了许久。所以你是在这庙里转什么呢？又为何突然要逃呢？李元，念在妙儿的份上，我们好歹也算一家人。今日你若坦白交代，我或许还会留你一条生路，但若有半句虚言，可别怪我不顾往日情分。刚刚这庙里的猫儿误食功果，毒发身亡，我们不懂药理，而曼娘与妙儿又一直在一起。敢问这毒是不是你下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下毒，我是进过庙里，但……表妹，你快替我解释啊！我没有下毒，我真的没有下毒。李元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国。你既认了来过庙里，那自然是做了些什么。人人皆知这供果在祭拜完后要分发给家门后人共同分食，你鬼鬼祟祟溜进庙里，莫非是想害周家满门灭口？不是，我从没想过要害周家满门。我会溜进庙里，都是他的指使，是他想让我栽赃沈曼娘。苏妙儿，你到底都在背后筹谋了些什么？勾结李元，私下弄什么秘方也就算了，为何又要让他在贡品里下毒，栽赃曼娘？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夫君，妙儿冤枉了。妙儿从来都没指使过李元对贡品下毒，那分明是他自己惹出的祸端。妹妹，你如此惊慌失措，又急于推卸责任，究竟是何道理？
先前你与你表哥才在厢房内说为了腹中孩儿不惜一切，莫不是连这毒药也是你为了不时之需而准备的？夫君，我自知自己回来让妹妹心头不爽，但我从未生过任何害人之心，也曾公然表示会把她的孩儿视如己出。如果这些都不能平息妹妹的心头之恨，那这个当家主母我还给妹妹便是。我在外流落多年，能被接回府上已是万幸，但妹妹不该为了对我不满就牵连婆母和夫君啊！你这个毒妇，你为了自己的地位便可以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吗？连佛门圣地都敢玷污，你真是枉为周家妇人！李渊，你与妙儿素来亲近，又精通医理，这毒药出自你手，是也不是？你若敢说半句谎话，我今日便将你二人一同送官府查办。妹夫，我不敢有半句虚言。我来庙里，不过是按照妙儿的安排，对着佛像用了些能吸引虫染的药。苏妙儿想借异象之名将沈曼娘赶出府中，我不过是按照她的吩咐照做便是。还有那毒药，那毒药原本是她向我求来，想要杀了沈曼娘的。我或许是在动手脚的时候不小心沾染了贡帛，但我真无对你们下毒之心啊！什么都是你想害死我吗？我若再不摊牌，死的人就该是我了。还真是好一出狗咬狗啊！也难为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能记得那腹中孩儿究竟是谁的，这事是不能说的。妹夫，我当着满殿神佛的面，不敢有半句虚言。找来重乙的把戏我认，但这下毒的罪名，我不认。苏妙儿，你心肠歹毒，为了诬陷曼娘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你可知道，若不是因为曼娘，我不过是一个群苦书生，何为今日风光？你不懂感恩也就罢了，怎能如此蛇蝎心肠，想要害曼娘的性命？夫君，你怎能这样看我？我不过是太怕了，我有什么错？自打沈曼娘回来，你们何曾关心过我一点？她为了你们，为了周家吃了苦不假，但我又何尝不是一心为了周家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狡辩？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该对曼娘动了杀心。我周家也断断不能留下你这样的毒妇。夫君，妙儿知错了，妙儿真的知错了。妙儿只是一时糊涂，被沈曼娘逼急了。求夫君看在妙儿腹中孩儿的份上，饶过妙儿这一回吧。孩儿是无辜的，她不能没有父亲，不能没有母亲啊！姐姐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所以才做了坏事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求您帮我跟夫君说说情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都听你们的。夫君息怒，妹妹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实在无需至此。若夫君信我，不如将此事交由我来处置。原来能掌控生杀大权是这样的感觉。你们再想杀我，在自己的性命不保时，还是要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。如果我真的让周文渊杀了他们，恐怕是对他们最大的奖赏。比起给他们一个痛快，我更想让苏妙儿体会孤立无援的无助，也更需要靠着苏妙儿腹中的胎儿在周家站稳脚跟。今日佛门异象虽是你们二人所致，但也难免叨扰了满殿神佛，只怕会引来厄运。若任由这等不祥之兆缠绕周家，恐真会坏了周家气运。以我所言，妹妹虽犯下大错，可腹中孩儿确实无辜。若将妹妹送官，这胎儿恐怕难以保全，更会牵连周家蒙羞。眼下妹妹又是真心悔过，不如便在佛前由妹妹亲口断绝与这李元表哥的一切往来，从此与娘家切割，以示悔改。再将他所私藏的银两尽数交出，全当赔罪。从此安心待产，再不得过问府中之事。如此既能平息神佛怒，也全了夫君对骨肉的慈悲。这个贱人，挑拨了我与表哥的关系不说，还想让我跟娘家断绝关联。
没了娘家做靠山，周文渊如今又不姓王，我在周府又该如何立足？曼娘说的有理，文渊，这法子好，既保全了周家的颜面，又惩戒了那毒妇，还全了你对孩子的慈悲。曼娘思虑周全，此法甚好。苏妙儿，你可听清楚了，今日之祸，我便念在孩儿份上，给你一个机会。但从今往后，你必须与李元断绝一切往来，此生不得再见。至于你娘家，也休想再从周家捞取半点好处。你所贪墨的银两，今日回府后立刻交于曼娘。从此，你便在自己的院子里安心待产，不得再踏出半步，更不得干预府中任何事务。你可同意？我同意。既然如此，那李元与周家便再无瓜葛。他今日下毒害人未遂一事，便交由官家处置。苏妙儿，你不能不管我了！冤有头债有主，尚书大人温柔并济，想必也能平息神佛之怒了。沈曼娘，咱们走着瞧。你既然如此大包大揽，我倒要看看你盯不盯得住整个周府。两位师傅，我是周家妾室，我娘念在我与这李元是表亲，临行前让我进去说几句话，送他一程。阿弥陀佛，女施主请快些，过一会儿衙役就要来提人了。妙儿，你来了！我要被送去官府了，他们会怎么对我？会不会杀头？你还问我，你在佛堂上供出我的时候想过我没有？你说那些话让周文渊怎么看我，老夫人怎么看我，我差点被当场休了。妙儿，我没办法啊，那毒药是我碰过的，猫儿死在我前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要不说是你让我做的，他们还不得当场打死我？妙儿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没看到我们的孩儿，我真的不想死。你就知道怕死，你怕死就不怕我死了吗？沈曼娘那个贱人会放过我？我以后在周家怎么活？不会的，你有孩子，老夫人不会把你怎么样。妙儿，你能不能求求老夫人，让她救我？我不要去官府，我去了就回不来了。老夫人已经恼了我，要不是这会儿他们忙着送亲，我哪来的机会送你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供出我，他差点连我都不认了。那我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他们会打我，会夹我的腿，会把我关在黑牢里，都是沈曼娘，都是她害的，她设局害我们。既然我李元真的要死，那我何不拉沈曼娘垫背？表哥，你想做什么？妙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李元可以死，他不能白死。沈曼娘害得我们走到这一步，我死也要拉她垫背。你疯了！外面全是和尚，你说这些是想连我也害死吗？我没疯，妙儿，你想想，那沈曼娘为什么能赢？因为她知道我们的每一步。我们太急了，太想一下子弄死她，才中了她的圈套。她不是要当主母吗？让她当。你不是还有老夫人吗？让老夫人去对付她。老夫人耳根子软，又疼你肚子里的，疼我们的孩子。你只要哄好老夫人，让她觉得沈曼娘在贪周家的钱，在夺周家的权，老夫人自然会替你出头。我怎么让老夫人相信她贪钱？你忘了，王妈是我们的人，账本她做得了假银票，她动得了手脚。你让王妈在账上留几窟窿，再让老夫人去查。只要老夫人发现账目对不上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沈曼娘。可是那4000两银子的事已经闹大了，老夫人还会信我？你听我说，你现在不要跟她争主母的位置，你争不过。你要做的是让老夫人觉得沈曼娘贪得无厌，独揽大权，不把你和周家血脉放在眼里。你回去以后，天天去给老夫人请安，端茶倒水，捶腿揉肩，表现得比丫鬟还殷勤。老夫人年纪大了，最吃这一套。你再时不时哭几句，说你担心沈曼娘容不下孩子，说你怕孩子出生后没有体面，老夫人一定会心软。可是表哥，你怎么办？你马上就要被押去官府了。我认了，妙儿，你记住，不管我在牢里受了什么苦，
我都不会把你供出来，但你一定要答应我，等我出来，我们一起把沈曼良踩在脚下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。老夫人虽然恼了我，但她最疼这个孩子，我拿孩子求她，她不会见死不救的。真的？我尽力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在牢里不管谁问你，你都不能再说出我的名字，你只能说是你自己想害沈曼娘，跟我无关。我明白，我死也不会提你。这是我娘给我的止血引子，你藏在身上，万一能用上。妙儿，你保重。我会的。表哥，你也保重，等我好消息。妙儿，你一定要小心沈曼娘，那个女人比我们想的要狠得多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输。沈曼娘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夺走一切。你和娘坐另一辆马车，我与曼娘有要事商量。这个贱人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出现，跟周文渊一驾马车的人只会是我。这个沈曼娘，她扣我的私藏，又害得我跟娘家断绝关系，这个仇我必须报。沈曼娘算准了周文渊会给她撑腰，但她可曾知道，这周府还不是她周文渊一人说了算。老夫人耳根子软，平日不声不响的，可她最在意的就是我腹中这个孩儿。夫君放心，我定会照顾好娘。你与姐姐就安心的说话吧。妙儿，你不必照顾我，小心我孙儿就好。苏妙儿这次被我反将一军，必定心怀记恨。可她千不该万不该，最不该把希望寄托在婆母身上。因为周府只会有一个当家主母，而主母的定义是我可以掌管周家的所有事。曼娘，你今天受委屈了。我没想到苏妙儿会如此蛇蝎心肠，居然为了害你，不惜做出这些事。夫君不必介怀，婆母也说了，妹妹不过是为了腹中孩儿，所以才一时糊涂。我虽没做过母亲，但也能理解妹妹的苦心。只是今日的事不得不罚，否则日后周府定难管理。你今日的处置，我认为十分妥当。没想到你不仅能将家中大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以君子之心原谅苏妙儿。曼娘，你放心，有今日之事，我相信妙儿不会再生什么事端。如今你才是周府的当家主母，若苏妙儿真的不识好歹，你大可随意处置，我定不阻拦。夫君这话严重了，想必妙儿妹妹有了今日的教训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歪心思。如今她已经与娘家断了来往，只有周府能护她周全，她又怎会知恩不报呢？我就说，这当家主母就该由你来当。如今看来，我当初的决定没错。现在家中的财库钥匙也在你的手上，以后就辛苦你多费心，打点府上的吃穿用度。财库的钥匙在我手上，可府上的账本又不归我管。这个周文渊还真是当差当久了，开始学会给人设防了。夫君，你既说到财库的钥匙，我也有一事想与你商议。但说无妨，只要是合理的要求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我想请夫君将周府的账本也一同交于我来打理。曼娘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只是财库的钥匙和账本若放在一人手里监管，传出去，怕是会引人非议。夫君，这道理曼娘明白，可我向你要账本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不得已而为之？曼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夫君，敢问这些年你每月给妹妹的花销、银两大抵有多少？怪我，都怪我！我只跟娘亲说把财库的钥匙交给你来打理，却忘了跟娘亲聊每月该给你多少银子。想拿月俸来堵我的嘴，周文渊，你可真是小瞧了我沈曼娘。你欠我的那些，又何尝是区区月俸能还得清的？夫君，我提此事不是为了自己能拿多少钱，夫君不如想想看，
光是宴会一事，苏妙儿就贪赃了大几千两。这宴会从打苏妙儿入府之后，共办过多少次？他是从何时开始运作的？且不说他上报的银钱数是否合理合规，这其中有无人来监督，又是谁来放权，在暗中对其协助？即便苏妙儿如何接近娘家，总不会把娘家的人安排在州府，那这其中就必然有鬼。你是想从管账的人开始查起？没错，所以我才需要账本。而且苏妙儿还回来的那4000两，也断断不能回到府上。往小了说，这4000两突然进账，会引来府上众人怀疑，人多口杂，难免会以讹传讹，把事情闹出去。而往大了说，这话会传成什么样？出了州府又会传到什么人的耳朵里？夫君可曾想过？夫君就不怕有人告发，再把贪赃枉法的勾当扣在你的头上？娘，妙儿真的知道错了。如今妙儿已经被扣了私藏，也跟婆家断了来往。妙儿和府中的孩儿唯一能指望的就只有娘了。唉，妙儿啊，你真是糊涂啊！且不说你腹中的孩儿就能保你在周家荣华富贵，你何苦要为了那些未雨绸缪而贪赃呢？娘，我真的只做过那一次，我会把那4000两银子全都交出来的。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也相信夫君会爱护我与孩儿。可是，娘，你也是女人，你应该知道自己心爱的男人被他人抢走，被迫做小的滋味。我今日说这些不为别的，只是希望娘不要误会我。妙儿从嫁进州府的那一刻起，就从来就没有过别的心思啊。我明白，都明白。可如今毕竟是你有错在先，又是曼娘在做这个当家主母。你虽然被逼做小，但有我，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曼娘不会给你委屈受的。妙儿不怕委屈，妙儿只要您这句话就够了。等回了府上，我就把那些私藏全都拿出来，交给姐姐。从今以后，有娘护着我绝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。姐姐或许不懂，但我知道娘一定能明白。女人一旦肚子里有了孩子，这辈子这条命就不归自己了。娘，只要你不再惦记当家主母的位置，保证以后不再做错事，那4000两银子，娘出给你。娘，妙儿何德何能，让您这般为我着想？您将自己钱拿出来，这样妙儿如何能够心安？况且那4000两银子本就是妙儿的过失，如今让娘替妙儿弥补，妙儿实是无颜接受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傻话？你如今怀着周家的骨肉，万事都当以肚子里的孩子为重。如今你才与娘家断了来往，正是无依无靠的时候，娘会派人打点关系，起码让你那表哥留个性命。曼娘虽然在做主母这事上更胜一筹，可你腹中孩儿才是周家嫡亲的血脉，是周家的希望。娘出这一半也是为了你腹中的孩儿，希望他日后能平安顺遂，不为这些琐事劳心。你且收下便是，莫再推辞了。娘，您对妙儿的恩情，妙儿此生铭记于心，定会好好侍奉您，照顾好您和夫君，将腹中的孩子平安生下，让他为周家开枝散叶，光宗耀祖。你能有这份心，娘就放心了。回府之后，你就安心养胎，万事都有娘为你做主。至于那个曼娘，她到底也是个苦命人，你平日里多担待些，莫要与她争一时长短。妙儿明白，娘的话，妙儿定会牢记于心。往后，妙儿只求母子平安，再不敢奢求其他了。沈曼娘，你以为夺了我的主母之位，收了我的钱财就赢了吗？如今我拉拢了老夫人，
表哥也能保住性命。如今他与苏家全都恨死了你，你当自己还有几天可以得意？今日的事，我不会再提。但那4000两银子的事，你可要记在心里。我明日要启程去临城一趟，3日之后才能回来。这几天家中的大事小情，就全交由曼娘处理。那夫君早些休息，我叫下人去帮您收拾行囊，再将婆母送回房中。今日舟车劳顿，想必娘也累了。妹妹今天这一出大戏唱的也够辛苦了，不如早些回去，把手边的银两都搜罗搜罗，也好尽快凑齐那4000两文银。沈曼娘，你别以为拿了这4000两就能万事大吉，银子我明晚就交给你，我们互不相欠。小春，去把财库里的账本拿来，我要亲自验账。记得要把阵仗闹大一些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去查了账簿。夫人，您近日去庙里舟车劳顿的，怎么大晚上的把老身给叫来了？夫人这是要入账？入个屁的账！我的财库都让沈曼娘那个贱人给点了！怎么可能？我们的账做的天衣无缝，怎么突然就被沈曼娘给察觉了？还不是之前带她去宴会的事，我哪里能想到她连县主都不曾放在眼里，竟敢当众戳穿大伙贪赃的事。不过她已经答应了那些贵女和县主，不会把这件事闹大。她点了我的财库，无非是想在周家立威。若不是她，我还真不知道老夫人会愿意为了我腹中的孩儿而花这么大的价钱。夫人说的是，您腹中可是周家的嫡子，那沈氏不过是个从乡下回来的糟糠，如何能与夫人相提并论？她也配当什么当家主母？她配，她当然配了。她既然愿意管，那我们就让她管个彻底。等到她这个当家主母出了什么差池，不用夫君开口，自然会有人不服。之前我们挪用的那些账目，尤其是琼林宴的开销，你可都处理干净了？夫人放心，那些账目老身都仔仔细细的核对过，又做了几本假账，把所有的漏洞都给堵上了。沈氏那个乡下婆娘，就算她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绝对查不出半点猫腻。无论如何，务必把所有我们经手过的账目，尤其是与李元表哥往来过的那些，全都给我藏得密不透风。若是被沈曼娘查出半点端倪，我定不轻饶你。老身肝脑涂地，也绝不让夫人受半点委屈。沈曼娘，你以为我苏妙儿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？这4000两，你既然敢克，那我就要让你10倍、100倍的还回来。炭火少200，花园多200，平了。修缮的单子再改几笔才买，只要不细查，看不出破绽。这些要是落到主母手里，苏姨娘就完了，我也完了。
可是烧了，万一苏姨娘翻脸不认人，我拿什么保命？新来的主母也真是的，大晚上的查什么账？王妈今晚怕是要忙到后半夜喽。管他呢，只要别克扣我们的油水就行。不然那主母还不如交给苏姨娘当呢。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回姨娘，老奴把该改的都改了，那些旧账册没敢烧，藏在了柴房箱子里。为什么没烧？留着是祸害。姨娘息怒，万一主母突然查起来，咱们连个应对的底都没有。那些旧账册里有姨娘您签过字的单子，还有李爷的手笔，烧了反而惹人怀疑，只说弄丢了还能拖一阵。也罢，但你记着，那地方除了你，谁也不能告诉。若有一丝风声漏出去，我先要你的命。老奴明白，老奴的命是姨娘给的，绝不敢有二心。苏姨娘，你可千万别倒！你要是倒了，老奴这一家子也就全完了。小春，你瞧，这周府的账目可真是错综复杂。夫人，奴婢愚笨，瞧不出什么名堂。不过，夫人您辛苦了，这些账本奴婢看着都头疼。头疼就对了，这府里的每一笔开销，每一项进账，都被人打理得天衣无缝、滴水不漏。若非我费尽心思，也难从这堆废纸中找出真正的乾坤。你再看看这几页，与寻常账目有何不同？夫人，奴婢瞧着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啊，都是些寻常的采买、布料、炭火钱。夫人，这几页的笔记似乎有些不一样，虽极力模仿，但仔细看去却少了些许连贯，多了几分生硬。正是，这几笔都是后来填补上去的，真账本可不在这里。单说琼林宴的开销，他上报5000两，实际花费不足500，这中间的差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而现有的账本却莫名其妙把这些账都平了。你觉得这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出的默契吗？而他背后又到底贪了多少？夫人，这也太过分了！他竟然敢如此贪墨府里的钱财，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铲除我这个眼中钉。可惜苏妙儿低估了我的耐心，也低估了我对权力的渴望。小春，今夜好好睡上一觉吧。明日我们亲自去找苏妙儿，要那4000两的私款。周府要唱上一出好戏。曼娘，我此去林州巡查河宫，约莫3日便回。我不在府中，家中大小事宜皆由你全权做主。夫君放心，曼娘定将府中打理妥当，恭候夫君归来。妙儿呢？今日怎不见她来送行？婆母昨夜舟车劳顿，偶感逢寒，妹妹心细，正在房中亲自照料婆母，熬着汤药，说是怕过了病期给夫君，便不来相送了。难为她有这份孝心，你回头告诉她，让她好生照顾娘，也多注意自己的身子。是，夫君。我不在的这几日，府里都要听从主母的安排，切不可再生事端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小春，奴婢在，将府中仆人悉数叫来，再将库房中的所有账本悉数搬到正厅。即日起，这府里的账，我要亲自来管。这不合规矩吧？账本向来是由专人掌管。规矩？
如今老爷不在，我就是尚书府的规矩。怎么，王妈是觉得我这个主母连看账本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老奴不敢，老奴这就去办。这事儿来得蹊跷，总觉得哪里古怪，不行，得去告诉苏姨娘。我知晓你们心中有所疑虑，甚至有所不满，但今日我不是来与你们商议，而是来宣布州府的新规。小春，将这些新规宣读一遍，让所有人都听仔细了。是，夫人。自今日起，州府上下所有开支皆需按律入账，不得随意支取。各房用度按定额发放，若有超出，需报明缘由，经主母批准方可。侍女月俸按品级发放，奖房分明，杜绝私下收受好处。什么？以前每月总能从管事那里多领些赏钱，现在都按定额发，这不是变相克扣我们的俸禄吗？是啊，夫人这是想把我们都饿死吗？以前那些提子钱、逢年过节的恩赏，以后都没了。有什么话大声些说，在下面窃窃私语算什么本事？夫人，这规矩太严苛了些，府里上下人多，若都按这般死板的规矩来，恐下人们会有怨言，影响府内和睦啊。我身为当家主母，不过按规章办事，怎么就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？还是说，以我这样的新规，会耽误了你们在暗中大捞油水？我身为当家主母，只知道州府的钱财是用来维持府邸正常运转，而非养一群好吃懒做的蛀虫。以前府中用度模糊，账目不清，导致多少私下挪用，多少虚报冒领。今日起，所有规矩都摆到明面上，账目公开透明，是剥削还是让你们有了保障，你们自己心中有数。我沈曼娘做事，向来只求规矩严密，不求讨好于人。谁若觉得这份规矩太委屈，大可自行去管家那里消了急，另谋高就。州府不缺手脚勤快、一心办事的下人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好大的火气啊！见过苏姨娘，见过苏姨娘。姐姐，夫君才刚离府，您就如此雷厉风行，将府内规矩改到天翻地覆，大家怕是有些措手不及呢。姐妹们，我知道你们心中不痛快，但姐姐毕竟是夫君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，如今她回府，自当担起这主母的责任。夫君临行前也说了，一切都听姐姐的安排。哦，那以妹妹看来，是觉得我这新规做对了。当然，姐姐是什么人啊？哪里会有做错的时候？姐姐如此魄力，妙儿自愧不如。以前府里上下都是妙儿这种妇道人家，凡事总想着和和气气，却难免有些不成体统。如今姐姐来了，自然要拨乱反正，重新立规矩。妙儿作为妾室，自当遵从姐姐的教诲。苏妙儿，你倒是聪明，想以退为进，拉拢这些下人。妙儿妹妹深明大义，本就是州府之福。既然妹妹也赞同我的做法，那今日起，府内所有开招进项，包括各房用度，皆由小春统一发放与记录。所有管事每日午时需将今日各项支出申报至账房，由我亲自核对。至于妹妹房中的用度，既然妹妹如今身份不同，我也自当按主母之例，每月固定拨付。多谢姐姐体恤，妙儿自当谨遵姐姐吩咐。你们也别在这里愣着了，我还有要事与姐姐相商。新规不是都听到了吗？再敢偷懒，小心姐姐扣你们的月钱。王妈留下。妹妹说有要事相吵，却把管账的王妈留下，不知所谓何事。当然是妙儿已经凑齐了那4000两银票，
今日特来交给姐姐入账的。沈曼娘，你以为你抓住了权柄，我偏要捧着你，让你站得更高。你克扣用度，得罪的是全府的下人，你掌管账本，就必须处理我这4000两银子。我倒要看看这笔烫手的脏钱，你要如何入账。姐姐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王妈身为州府掌管账本的人，对着突如其来的4000两银，好像毫不惊讶。回夫人的话，老奴是才听说您说以后要亲自掌管账目，所以才没敢多嘴的。要是放在之前，这些钱款出入总要细细查明。知道，那些账本做得不错，账目清晰。我猜妙儿妹妹会把你留下，无非是想多个清白的人来见证此事。正是如此，姐姐说的没错。这是妹妹前些时日错拿的4000两纹银，如今夫君有令，姐姐又执掌家中大权，妹妹理当物归原主，还请姐姐清点查收。妹妹有心了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希望妹妹能记住今日的教训，日后安分守己，好生为周家开枝散叶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姐姐教训的事，妹妹一定谨记于心。这银子还请姐姐尽快入账，免得府里账目混乱，让外人看了笑话。那妹妹我就不打扰姐姐了，我还要去照顾婆母。王妈，我们走吧。夫人，您今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我本想着叫您过来，是为了让您帮着我们这些下人说些好话的。如今您却让那个沈曼娘接手账本，那咱们以后还怎么从中运作？你慌什么？难道今日我过去跟她大闹，就能改变她是当家主母的事实了？她想查，那就让她查个痛快。反正她的新规已经得罪了府上的下人，等真出了乱子，你猜会有谁替她说话？又有多少人想要火上浇油？您是想看他如何把这4000两银子给入到账里去？这事儿可是老爷想要压下来的，他沈曼娘自然不能光明正大的把银子入了账目。那这银子该如何入库？账目该如何做？他若真的入了账，便是证明了他有做假账的本事，老爷和老夫人自然会对他设防，再不给他那样大的权力。若是入不了账，便是他能力不足。到那时候，这账本还不是要交在咱们自己人手？如今我们只需等他，再找老夫人去吹吹耳旁风就够了。你说等老爷回来的时候，看到沈曼娘搞砸了所有的事，这个当家主母，她还坐得稳吗？夫人，夜深了，歇歇吧。您都看了一天了。果然，这些都是假账，全都是假账？怎么会？苏妙儿在州府这些年，早已将府里的一切当做了她这只老鼠的免费米仓。王妈就是她的心腹。这些账本做得天衣无缝，每一笔都对得上，但每一笔都是假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找不到真账本，我们根本奈何不了他啊！找不到那就不找了啊，我们又不需要急。表哥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我还以为老夫人打点关系后，你在牢里不会受什么苦。受苦？你知道我在大牢里过了什么日子吗？那些狱卒知道我是因为下毒被抓进去的，往死里打我，这腿差点被夹棍夹断。你看看，这是烙铁烫的。他们说我害的是尚书府的人，是重犯，不认罪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可你不是没认罪吗？寺庙那件事，最后不是只定了个擅闯佛堂行为不端的轻罪？那是因为老夫人花了银子，
他让人给知府递了话，又塞了500两银子，知府才改了口，说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不该在贡品上动手脚，但没查出毒药是我下的。老夫人还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还警告我，说若再敢跟尚书府有任何瓜葛，就让我彻底消失。我李元这辈子没受过这种气，全都是因为沈曼娘那个贱人。若不是她设局，我怎么会进大牢？怎么会受这等屈辱？表哥，你恨他，我比你更恨他。他夺了我的主母之位，抢了我的管家权，还让我在琼林宴上丢尽了脸面。如今府里上上下下都在看我的笑话。妙儿，你可千万不能输给他！我在牢里每挨一鞭子，都在想怎么弄死他。要不是老夫人救我出来，我现在还在那鬼地方。你以为我不急吗？你看看，这是我娘托人送来的。你爹欠了赌坊8000两，还说若不还钱，就要去衙门。这信是哪里来的？老夫人不是已经让你和娘家断绝关系了吗？我也不知是谁送来的，但这里面的笔记分明是我娘的，我认得出来。这要是被查出来，你们苏家满门都要遭殃。你手上还有多少银子？我的私产全被沈曼娘扣了，上次交出去的4000两，一大半是老夫人贴补的，我自己剩下的不过几百两。可如今沈曼娘把账本和库房钥匙都攥在手里，你怎么跟她斗？沈曼娘才刚回府，就大刀阔斧的搞什么改制？如今府上众人都对她颇有微词，我只要顺水推舟，给她扣个想要把控财政大权、中饱私囊的帽子就行。可沈曼娘要是不认呢？不认，那也要看老夫人同不同意她不认。哎呦，小心你肚子里孩儿！你这是怎么了？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心神不宁的。那4000两银子不是都交给曼娘了吗？你怎么还浑浑噩噩的？其实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，若错不在你，我自会为你做主。你虽做了错事，但也早已悔过，更别提你父周还怀着周府的血脉，是周家的功臣。娘，您身体不适，今日没出屋门，外头乱了。怎么乱了？出了什么事？姐姐她改了周家那天的规矩，还说以后的账本都由她来管。妙儿，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曼娘她毕竟是周府的主母，又是吃过苦头的人，她有她的不容易，你何必非要揪着她一人不放？娘，妙儿不敢，之前的事妙儿已经知道错了，所以对姐姐一直毕恭毕敬的，不敢再冒犯。可姐姐今日之举已经让周府上下陷入恐慌，大伙儿给周家办事，如今心怀不满，只怕是以后要出乱子的。我也是当过主母的人，知道曼娘此举必然有她的道理。你一个娘子都能贪没那么多银两，那些下人手脚又怎会干净？妙儿知错，所以妙儿很支持姐姐来做这个主母。但娘，你也是做过主母的人，您想想，这财库钥匙和账本若都捏在一个人手里，那岂不是任由他为所欲为？如今夫君出门不过3天，他就大刀阔斧地改了规矩。等日后夫君总要外出，那这府里上下谁还能管得住他？姐姐从前吃了那么多苦，如今一下子得了权，我只是担心她。娘，您比我更了解姐姐的为人，您说姐姐会不会监守自盗啊？娘心疼我肚子里的孙儿，用自己的贴己钱赌上了那4000两的窟窿。这银子要是回了周府还好，但若是被人有心利用的话，岂非是我白白糟蹋了娘的一番苦心？
妙儿，你今日把那4000两还回去的时候，可有人证？有。姐姐身边的小春和原本负责管账的王妈皆是见证。好，你悄悄派人去把账本拿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这4000两银子是怎么入得账。是。这是主母的房间，进门连声通报都没有，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奴婢实在着急，这才来不及通报。夫人，是老夫人传您过去，说是有要事相询，待我整理好就过去。老夫人让您这就过去，奴婢实在不敢耽搁，毕竟如今做不好差事，可真是连饭都要吃不起的。见过婆母。沈曼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婆母息怒，不知曼娘所犯何事，惹您发这么大的火？还敢狡辩！我问你，妙儿昨日交给你的那4000两银子，如今在何处？什么4000两银子？怎么还闹到老夫人把我们都叫过来了？定是夫人改规矩的事也闹到了老夫人那里，老夫人要一同处置呢。老夫人的脾气可是出了名的好，能让她亲自出面，定是夫人惹了什么大祸。婆母可要小心身体，别为不值当的事动怒。不值当？那在你眼里什么才叫值当？财库的钥匙，当家主母的位置，还是你做了假的账本？娘，您别问了，姐姐她或许只是暂时忘了入账。忘了？我昨夜亲自查了账本，别说4000两，就连1文钱的迹象都没有。沈曼娘，我知道我儿对不住你，也知道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就事论事，这也不是你贪赃的由头。你才刚拿管家权，就敢如此明目张胆的私吞公款，你把我们周家当成什么了？你的钱袋子吗？4000两？什么4000两？妹妹，我昨日何时收过你的银子？沈曼娘，你竟然敢耍无赖！昨日在正厅，当着王妈和小春的面，我亲手将4000两银票交给你，你现在竟敢不认账！王妈、小春，你们昨日可曾看见苏姨娘给了我什么银票？奴婢不知。王妈，妹妹既说你也在场，那请问，你可曾看到苏妙儿给我什么银票？妹妹，你看，连你自己的心腹都不敢为你作证，这无凭无据的，你让我如何承认？你对我早有一见，可是人尽皆知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设局，想栽赃我一个私吞公款的罪名？王妈，昨天你明明也在场，明明看到了我给了沈曼娘那4000两银票，为何如今却不敢认了？沈曼娘，你少强词夺理，别人不知，但至少你我二人应该心知肚明，这银票妙儿明明已经给了你了，为何如今却没有半点入账？婆母，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妹妹是犯了什么错要给府上4000两银子？而且妹妹嫁入府中不过几年，又哪里会有什么4000两银子啊？夫君临行前将整个尚书府托付于我，自当殚精竭虑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如今婆母即说妹妹交给了我4000两银子，那我们就该搞清楚，这4000两是从何而来，又为何要交？若是能把这银票的来历说清楚，我自然可以入账；但若说不清楚，日后旁人问起，我该如何解释？是说妹妹从娘家带来的补贴，还是说我们尚书府另有见不得光的迹象？婆母，您今日既然兴师动众地传我前来，必定是相信苏妙儿真的给了我4000两银子。
可您也是做过主母的人，府中月令您应该比我清楚。以苏妙儿的阅历折算下来，她嫁进府中这几年，去除打点下人、添置衣物首饰的钱之外，又如何能攒下4000两？我可真是老糊涂了。曼娘不过是想帮忙隐藏妙儿贪赃一事，我怎么竟被妙儿挑拨的把这件事拿到台面上来说了？这个贱人，分明是想将我贪赃的事闹到明面上来。他想害我身败名裂，我定要拉他一起陪葬。姐姐，都这个时候，咱们就别装了。你不是就想让我当众承认我贪没了府里的银子吗？我认。那4000两是我在宴会中高报的价格，中饱私囊。可如今我已经将那4000两尽数上交给沈曼宁。姐姐，你敢认吗？妹妹既然敢认，那这4000两就有了来历，我自然能拿出来还给府里。不过妹妹既然认了这4000两是你从宴会中扣出来的，那我们就要聊聊别的事了。比如，为什么妹妹明明贪没了银两，可府上的账目却丝毫查不出呢？婆母，之前我们只抓住了苏妙儿贪赃一事，可并未仔细深究，苏妙儿究竟是第一次做这些恶事，还是早就在暗中动了手脚？那背后又有什么人与她里应外合？可该查个水落石出。妙儿，你还记得你跟我在马车上承诺过什么吗？你既说自己是为了腹中孩儿着想才贪没的银两，是不是只有那么一次？当然，我只做过那一次，也把银子全都还回去了，不是吗？伯母，曼娘愚钝，也是第一次料理家中琐事。那账本我看了许久，只知道出入的账目并无问题。伯母之前做了那么久的当家主母，可愿意给曼娘点拨一二？曼娘说的有理，王妈，你把账本拿来，我要亲自查对。娘，你这是不信妙儿吗？我信不信你，查过便知。苏妙儿、王妈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苏妙儿，我真心实意的待你，心疼你腹中的孩子，我掏出自己毕生积蓄来贴补你的窟窿，你却在背后贪没了这么多银两。娘，妙儿没有啊。没有？那这账目怎会出了这么多？曼娘年轻，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我不常管家中的事，你们是当我也死了吗？老夫人息怒啊！是老奴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许是有些疏漏。王妈在州府管账20年，从未出过差错，这账本里的数目可都是对得上的，怎么就成了疏漏了？分明是我们周家的采买不太聪明，比如去年腊月，府上采买炭火，报账300两。可普通的市价，那批炭火最多不过100两。再比如去年3月，府上修缮花园，报账800两。可我查过，修花园的工匠是苏妙儿的表哥李元缴来的，实际花费不过300两。那剩下的500两进了谁的药房？还有去年6月，妹妹说要给婆母做寿，置办寿礼，报账1000两。可那寿礼我在城东的铺子里见过，不过值200两，剩下的800两又去了哪里？好啊！你们竟敢如此欺我！去把真正的账本和暗中与你们勾结的所有人全都交出来，就别怪我替我儿给你们动用家法。我周家待你们不薄，你们竟敢贪没周家的钱财！老夫人饶命！老夫人饶命！都是苏姨娘指使老奴做的，老奴也是被逼无奈啊！我们采买都是按照苏姨娘的指示办的，谁敢不从，就会被赶出府中。我们只是想留在州府混口饭吃啊！老夫人明察，苏姨娘每次贪墨都假模假样的给我们1两银子封口，实则是拉拢我们一同下水，但大腿全都在她的兜里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何时指使过你们？苏姨娘，事到如今你就别瞒了。
那些银子一半进了您的私库，一半送去了李家。你表哥每次来府上都要从账上支走银子，老奴都是按您的吩咐办的。苏妙儿，你亏我还托人留了李元的命，你怀着周家骨肉竟做这种恶事！娘，你别听王妈胡说，她是泼我脏水，我对周家绝无二心，是她嫉妒我有周家血脉，故意陷害我。妹妹怎能如此诬陷我？婆母，事到今日，我也不想再瞒了。前几日我们去庙里为公公祭祀时，苏妙儿为了陷害我，不惜要在庙里杀了我。她之所以会伪造异象，试图让你们误以为我是不祥之人，就是因为那些毒药没能灌进我的嘴里。所以你不讲出面，还想要杀人？这老小子真的。好你个苏妙儿，我周家待你不薄，你竟敢如此！你对得起文渊吗？对得起？我为什么要对得起他？我嫁给周文渊，图的不就是周家的权势和钱财吗？这老小子真的。这话您和周文渊不是都在寺庙的厢房外听过了吗？还装什么精灵？娘，你以为你装出一副慈悲心怀，我就会领你的情吗？你不过是为了我腹中的孩子，你其实最怕事儿了。要不是沈曼娘把我贪赃的事摆出来说，你不是还要继续装瞎吗？你们以为我贪那些银子是为了什么？我要是不攒些提己钱，等周文渊飞黄腾达了，把我一脚踢开，我岂不是人财两空？沈曼娘，这事儿你应该最清楚。当年你辛辛苦苦把周文渊供出去，他做了什么？你以为他对你有多真心呢？还不是以为你死了之后没多久就娶了我？你腹中还怀着我们周家的骨肉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骨肉，是啊，这是我唯一的筹码。但我什么时候说过，我腹中的孩儿是周文渊的？我腹中的孩儿是李元的，我就是要让我和表哥的孩子一起吞噬周家的财产，让周文渊那个没有心的贱人付出代价。妹妹，你一生气就胡言乱语的毛病，怎么还是改不掉啊？我胡言乱语？没有啊！周文轩他之前对你深情款款，之后又对我百般宠爱，如今你回来了，他心里想的念的全都是你，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呢？但你以为他对你又有几分感情吗？你以为他就没猜忌过你在绯闻里的遭遇吗？他心里只有他的远大前程，根本就没有任何人。他让你做当家主母，是为了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，而你也刚好能帮得上忙罢了。苏妙儿，你苏姨娘疯癫无状，胡言乱语，待苏姨娘下去，关入后院，不许踏出房门半步。等文渊回来，再做处置。妹妹放心，我会派人好生照料你。你腹中的孩子是周家的血脉，我自会视如己出。但你就安心在院里养胎吧。不，你们不能管我，我怀着周家的孩子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曼娘，她……婆母，妹妹的疯话自然是不作数的。要是传到文渊耳朵里，只怕您儿子要徒增烦恼。这些人竟全都参与了贪墨。琼林宴不过是冰山一角，这些夫人以宴会为名，实则暗中串联，将各府银钱私相授受。他们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若将这些事捅出去，京城怕是要掀起一场大风波。所以曼娘才说，此事要慢慢来。这是曼娘为夫君草拟的奏折，上面只列举了琼林宴一事，且只涉及几个品级较低的官员。如此一来，
既能立威，又不至于引火烧身。曼娘，若身为男儿，朝堂之上必有你一席之地。夫君说笑了，曼娘一介妇人，能做什么？不过是替夫君分忧罢了。这些年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曼娘，你相信我，待我功成名就之时，定不负你。不负我？周文渊，你的承诺早在5年前就碎了满地。如今我站在这里，所依仗的从不是你的愧疚，而是我手中的权力。你利用我查贪腐，我利用你向上爬，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结果。曼娘，如今我要揭发他们贪污一事，怕是又要在外奔波许久。这一路艰难险阻，怕是不好带上你啊。这有什么要紧的？男儿志在朝堂，总不能拘泥于儿女情长。我也真是糊涂，怎么就没想到苏妙儿这个毒妇竟能将恶事做尽？早知如此，我绝不会把她娶回府中，反倒让你受了好多委屈。妹妹再怎么作恶，她腹中怀的好歹也是周家的血脉。如今婆母身体不好，妹妹也要安心养胎。曼娘甘愿留在府上，为夫君料理家中琐事。3年5载又如何？就是10年、20年，我都等得起你。曼娘，依你之见，苏妙儿那边可许我再去看看？还是算了吧。妹妹她今日受了刺激，我已经派人去给她做了安神的汤药。如今我们掌握了这些罪证，夫君最要紧的就是好好查清这里面的细枝末节，家中的一切就放心交给我吧。那夫君就早些休息，明日启程，务必要将此事查清，给众人一个交代。好，待我功成名就那天，就来接你们一同进京。姐姐深夜前来，可是来取我性命的？当然不是，妹妹腹中还怀着周家的血脉呢，可得好好活着。你明知道我腹中怀的是李渊的孩子，装什么？无所谓啊，不会有人相信你一个疯子的话的，而且李渊也不会认的，毕竟他还要娶妻呢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娶妻？不可能！表哥他爱的是我，我腹中还怀着他的孩儿呢。苏妙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拎不清？他李渊如果真的爱你，会在满殿神佛前把罪责都推到你的头上，会在大牢里放出来后就立刻接受了家里的说亲，会四处宣扬，说他们早就跟你断绝了关系，从此再无往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费尽心思的在州府挪银子给他，他转头就把我和孩子抛下了。周文渊在哪儿？我要见周文渊！我要告诉他，我要他休了我！我要找李渊要一个说法！妹妹贪墨的事牵出了好些府中贪赃枉法的蛀虫。夫君近日公务繁忙，怕是3年5载都回不来了。沈曼娘，你这个贱人！我是周文渊的妻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妻子？苏妙儿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是妾，我才是妻。沈曼娘，你图什么？你以为把我踩在脚下就能获得周文渊的真心了吗？没用的！在这府上没有人会真心待你。老夫人怕是昏庸，今日能帮你，明日就能帮别人。周文渊满心满眼全是他手中的权力，又何尝把你放在心里？你成了当家主母又如何？在这深宅大院里，你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活寡妇。这偌大的尚书府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难道不觉得冷吗？你连一个真心待你、能在你身边说提起话的男人都没有。你和我一样，都不过是个可怜人罢了。哼，可怜？苏妙儿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最大的愚蠢
就是以为女人活着必须依靠一个男人。你以为你的表哥能带你远走高飞，他没做到；你以为周文渊能庇护你一生，他也没有。你所依仗的一切全都脆弱不堪，而我不是。这府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每一本账册，每一个下人的去向，都在我的脑子里。我亲手为自己挣来了一座高台，站在上面，不仰人鼻息，不看人脸色。我为什么要觉得冷？我早就不在乎周文渊爱谁，我也不在乎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李渊的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孩子来稳固我主母的地位。只要大家认定他是周文渊的，也认定那孩子归我，就足够了。沈曼娘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一个不要爱的女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苏妙儿，别傻，握在手里的权柄就是意义。我会尽心竭力地照顾你腹中的孩儿，等他生下来，他会叫我母亲，你也会永远留在周家，留在这个房间里，做你的苏姨娘。周文渊啊，周文渊，你就在外面拼尽全力，爬去更高的位置。我也会因为你爬得更高，也爬得更高。